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印第安女孩正在受到玛丽修女的刁难，她努力地回答着修女的一个一个问题，一旦答错，手背就会被重重打击，鞭打不断持续，痛苦让女孩最终忍无可忍地把修女打倒在地。随后两人就被带去见神父，神父先警告了修女，然后面慈手狠地把女孩打得遍体鳞伤。残忍的修女不顾女孩血肉模糊的伤口，回来就安排了一场沐浴，这几乎是在伤口上撒盐。洗完澡，修女看着女孩滴血的身体，警告女孩别再惹事，免得两人都要受到惩罚。女孩桀骜不驯地敷衍着。夜晚，在完成了一天的家务课程和洗脑之后，就到了睡觉时间。好友看到女孩骇人的伤口，安慰她再忍1年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女孩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以前毕业的那些印第安女孩都承诺离开后会写信回来，然而全都音讯全无，她们必定没有回到家，所以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是逃走。教会学校继续着对印第安女孩们的培训工作。印第安女孩泰娜在玛丽修女打了自己好友时义愤填膺地站了出来，玛丽修女息事宁人地退让了。一天枯燥的学习后，唯一果腹的是一盘生蛆的食物。泰娜抱怨了一句，玛丽修女马上冲过来动了手，女孩也不甘示弱地还手，接着就被一群修女按倒在地。泰娜的叛逆深深地惹怒了神父，他把女孩关在一个烈日下的木箱里，警告她如果再敢造次，就让她彻底消失。烈日高温下的木箱像高压锅一样，经历了断水断粮的一天。泰娜被拖出来时已经严重脱水，虚弱的完全无法动弹。她被扔进浴缸里清洗，监督洗澡的修女趁机对她上下其手。玛丽修女则把1桶冰都倒进了浴盆里。她告诉泰娜，自己是代表文明来消除野蛮的。女孩竟然恩将仇报，说完就拿出棍子把奄奄一息的泰娜打了一顿。泰娜的母亲过世了，父亲在外放牧谋生，奶奶住在原住民保留区，她希望获得孙女的抚养权，这样就能把女孩接回来同住。但是法律条条框框繁杂而不近人情，等了几天才见到官员，没说2句就不耐烦地打发奶奶去找其他人。修女们对印第安女孩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觉醒的泰娜再次上前打抱不平，被修女们抓了起来。她的屡教不改被定义为恶魔上身，于是开启了一场变态而残忍的驱魔仪式。暴打、剪头发、用铁丝球擦背，直到把女孩折磨得遍体鳞伤才善罢甘休。夜里，饱经伤害的女孩内心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她给自己抹上战斗的面纹，用装着圣经的枕头套偷袭了正在睡觉的玛丽修女，然后掐死了她，把自己脸上的伤痕如数奉还。当修女们惊恐地发现面目狰狞的玛丽修女和曾经猥亵泰娜的另一个修女的尸体时，都被吓傻了。神父把愤怒全部都发泄在泰娜的好友身上，他歇斯底里地对女孩严刑逼供。虽然女孩一开始就招认泰娜回家了，但神父仍然不相信一个女孩会独自在没有食物和补给的情况下去穿越400公里的沙漠和荒原回家。很快，被发现的脚印说明泰娜正在这么做。神父咬牙切齿地安排人必须把她抓回来。而泰娜不眠不休地走了一夜，她用原住民的方式定位方向，渴了就喝山泉，夜晚躲避野兽，睡在高处。
没想到运气极好的碰到一个正在偷偷放牧的原住民，而且此人还认识泰娜的父亲。他同情女孩的遭遇，把女孩留下，承诺帮她联系父亲。逃亡的印第安女孩泰娜被好心的牧羊人收留后，换上一身男孩的衣服，烧掉之前的衣物，埋掉圣经，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但她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家里，2名警察直接冲进了奶奶的木屋，一番搜查。不明所以的奶奶既担心又迷茫，她不相信孙女会杀人，拖住警察询问，却被警察推倒，撞在铁炉上，再也没有爬起来。泰娜的父亲跑马回到家，发现老人倒在地板上死去多时。紧接着他发现屋外的地上有马蹄印，根据马蹄印判断来者是政府的马，因为只有政府的马才会打上马掌。这时一个男孩来到门口，受父亲之托带信儿给男人，说自己父亲收留了他的女儿，希望他尽快去接。跑马料到事态很严重，于是赶紧告诉男孩要绕路回家，以免被人跟踪，自己处理完手头的事儿马上就会赶过去。看着男孩离开，跑马在屋前埋葬了老人，然后回到放牧区，简单收拾了点行李，并带上武器，匆匆离去。果然，男孩在回家的路上就碰到了追捕泰娜的几个神职人员，他们查户口一般询问着男孩。男孩觉得这些问题冒犯了自己，拒绝回答。其中一个叫喊着要把男孩送回学校去，说着就跳下马，直奔男孩而去。男孩也不示弱，拿起火堆里的木柴就搏斗起来。可惜对方人多势众，男孩马上就被打翻在地。3人认为男孩也是出逃的学生，不由分说就把男孩绑了起来，由一个人送他回去，另外2个人继续追捕泰娜。跑马在路上遇到了男孩的坐骑，并发现男孩被抓走时遗落的帽子，还有未熄灭的火堆，预感到情况不妙，于是跟踪着脚印追上了男孩和押送他的神职人员。篝火边，那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向男孩说着自己传教的光荣历史。他认为印第安人如果拒绝被改变，就只能被灭绝。男孩问他是否杀过人，神职人员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以上帝之名。男孩接着说，不仅杀人，还盗取别人的土地，这是假的传教士。杀人越货早已违反了圣经的律法，却没有被惩罚，这说明上帝根本不存在。气得这家伙一边暴揍男孩，一边扬言要把男孩杀掉。这时跑马及时赶到，他一刀了结了这个家伙，救下了男孩。2人决定连夜赶往男孩家。清晨，另外2个人在河边碰到了放牧的泰娜，其中一个抓住女孩就想撕烂她的衣服确认男女，被泰娜戳瞎了眼睛。瞎了眼的神父发疯般地殴打着泰娜。汉克及时赶来，开枪解救了女孩。正当他想把女孩救走，一个受伤的家伙捡起枪打死了汉克。女孩则抓起一块石头，奋力将其砸死。警长来到学校了解案情，当查看女孩们的卧室时，发现泰娜好友的床也空了。神父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女孩死了，对死因却只字不提，只说孩子夭折是件很正常的事儿。神父告诉警长，派出去找泰娜的人都没有回来。警长感到情况不妙，决定立刻启程。跑马接到了女儿，带着2个孩子开启了逃亡之旅。夜晚的火堆边，跑马计划着往南方的逃亡之路，忽然看见女儿和男孩正含情脉脉地眉来眼去，他马上警告2人，现在是性命攸关之时，先活下来才能谈未来。叛逆的泰娜却一把抓起男孩的手，一脸挑衅地对父亲说，自己一直过着命悬一线的生活，所以再也不相信什么未来，现在的一切才是最真实的。一席话把老爹怼得无话可说。男孩被泰娜的勇气鼓舞着，勇敢地紧握着泰娜的手。老爹丢下一句天亮前出发，扭头拉起毛毯躺下。女孩靠在男孩怀里，温暖的火光下，泰娜终于忍不住把久藏心中的压抑苦难全都释放出来，伤心地痛哭着，一声声抽泣刺痛着老爹的内心。
很快，警长一行就找到了3具尸体，并且发现逃走的印第安女孩多了2个同伴。警长分析，他们会逃亡到科曼奇保留地，于是打算提前坐火车去守株待兔。神父和2个治安官组成的搜索小队，一路追着泰纳逃跑的方向进发。他们路过一个印第安营地，印第安人不肯丢掉武器，治安官不由分说的就开枪杀了人，引起一片混乱。但他依然不肯罢手，一把抓起一个女人做威胁，询问泰纳的下落。眼看没有回应，又抓起一个小孩。神父看不下去了，出言制止。治安官索性骑上马，恶意踩踏小孩，并威胁众人，如若不说出泰纳的下落，就会有更严重的惩罚。这些恶行瞬间引来部落众人仇恨的目光。泰纳和男孩皮特跟随父亲跑马，在深山里隐蔽前行。休息期间，泰纳凑到正在制作弓箭的父亲身边，好奇地问为何父亲会做那么多东西。父亲告诉他，这都是跟祖父学的。印第安人的知识口口相传，生活用具都是自己制作。后来白人来了，他们用工具和白糖换取印第安人的毛皮珠子，贸易让印第安人开始依赖简单快速地获得所需。当印第安人再也拿不出东西交换时，政府则开始施舍给大家，直到印第安人彻底忘记自己制作和自力更生。现在政府占有了土地，印第安人就沦为了乞丐，向政府乞食为生。泰纳不解地问，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跑马告诉女儿，为了控制乞丐，没有权利质疑，一个质疑政府的乞丐就会挨饿，就会送去学校学习闭嘴。泰纳若有所思地表示，那还是自力更生的好。父亲告诉泰纳，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这么想，那就不需要政府了。皮特从身边走过，女儿的眼神就跟着跑了。跑马询问女儿是否希望皮特来提亲，如果想，那就给他一些鼓励，但要在一起生活，则必须在举行结婚仪式之后。女儿有些沮丧，问父亲是不是也是等到了结婚之后。父亲闪烁其词。泰纳瞬间开心地追着男孩而去，搞得老父亲心里一紧。女孩跑到水边，对着男孩脱了个精光，勾引的男孩跑到树林里。正当2人干柴烈火之时，泰纳看见山上有个人骑马下来，他忽然警觉起来。皮特跑回水边，拿女孩脱下的衣服，和来的人撞了个正着。这是一个牛仔，正在寻找他走丢的牛。皮特询问此处是否是科曼奇印第安保护区，牛仔告诉他，这里以前是，但现在都迁到福农以北去了。这里属于堪萨斯州的 JA 农场，离俄克拉荷马州的科曼奇保护区还有100多公里。牛仔安慰道，这里的农场主古奈特先生和夸纳帕克是好友，所以不会为难那些想回到科曼奇的印第安人。然后牛仔就要离开，转身警告道，谷里有很多响尾蛇，这里并不是过夜的好地方。泰纳和男孩在外面待了一整晚，第2天才回到父亲身边。父亲看着双手空空的2人打趣道，这场狩猎还真是失败呢。皮特告诉跑马遇到了牛仔的事儿，跑马决定马上就动身，这里可是当年部落领袖帕纳帕克与白人干仗的地方。既然他的族人已经离开这里了，那这里笃定是不安全的。皮特觉得那牛仔还算是很友善的。跑马告诉他，牛仔只是打工的，农场主才能决定一切，而农场主绝不会欢迎印第安人。但女儿阻拦住父亲，认为科曼奇保护区依然有白人牧师，有学校和警察，还不如留在这里试试。如果能找到他们丢失的牛，而农场主真的是夸纳帕克的好友，那也许可以留下。跑马想了想，决定试试女儿所说的法子。他留下2个孩子，自己去找牛和农场主的家。离开前嘱咐2个年轻人一定要格外小心，绝不要暴露行踪，一定要等自己回来。神父和治安官肯特一行来到了俄克拉荷马的阿纳达科镇，直奔警局找负责人马绍尔。没想到是个女治安官，这让肯特大吃一惊。那个年代应该很少见。肯特很轻蔑地质问女人也能执法。马姐毫不犹豫地表示，有事儿直说，没事儿滚蛋。看着2人刚见面就火药味十足，神父赶紧打断2人，说起了正事。马姐不可置信地看着照片上的女孩竟然背着5条人命，决定先贴出画像通缉，扭头警告3个客人，科曼奇只尊重那些尊重他们的人，这里已经埋了不少法警的棺材，不要等到棺材里才怪没有得到警告。肯特一脸藐视地转身离开。夜幕降临，3人就在野外露营休息。肯特从报纸上看到，共和党向国会提交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这将赋予印第安人公民的身份。他不屑地把报纸丢进了火里。神父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肯特觉得平权就等于可以跨种族通婚。神父解释道，即便是法国的南部都被其他种族统治过几百年。两个文盲认为这个历史荒唐之极，狂笑的差点笑断气。不出意外，意外就出现了，其中一个当场就被箭射断了气。印第安人突袭，神父和警长赶紧躲入荆棘丛，然后趁人不备钻出来一通乱射，把印第安人打跑了。神父发现打死的印第安人里还有个孩子，警长一边安慰神父，一边向一个受伤的补了一枪。泰纳的父亲跑马找到了地主古奈特先生，老先生果然是个好人，不仅爽快地让跑马和两个孩子扎营住下，还表示如果跑马愿意出力赶牛，就还可以领到一份工钱，这让跑马很感激，答应第二天就帮忙赶牛。泰纳的画像在科曼奇旁的小镇上张贴了出来，一个印第安女人匆匆来到警局报案，她的孩子被杀了。治安官马姐在案发现场看到一地的尸体，死的都是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为那个拒绝回答盘问而被马踩死的孩子复仇的。印第安女人告诉翻译，凶手不久前路过他们的部落，是两个治安官和一个神父。马姐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说话间，一群印第安男人就来到了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翻译发现了凶手离开的方向，马姐赶紧阻止对方冲动行事。印第安人表示，要么给他们凶手，要么他们自己去找，他们不相信所谓公正的法律。神父和治安官肯特已经来到德克萨斯附近，肯特认为女孩他们应该是要打算逃向墨西哥，而沿途会在牧场的土地上扎营，难说还会为牧场工作挣点盘缠，所以可以在附近的农场问问。商量完，他们继续动身前往附近的牧场。泰纳和父亲如约帮着牛仔们把牛从谷底赶了出来。古奈特先生大为赞赏，并邀请他们一起去吃顿工作餐。简易餐厅搭建在一座牛仔竞技场外，吃了饭的泰纳好奇地跑进牛仔竞技场里参观，没想到却在里面发现了画有自己画像的通缉令。这时父亲也匆匆赶来了，带着慌张的泰纳一起离开。追捕泰纳的治安官肯特和神父小队来到了新的小镇，古奈特先生的牛群正经过这里，双方就这么不期而遇。肯特从牛仔嘴里得知似乎见过一个印第安女孩，于是他们找到古奈特先生打听。善良的老先生不相信眼前这个满脸凶相的治安官，也不相信画像上这个小女孩能杀5个人，但在神父的确认下，他勉强说出了泰纳他们的行踪，并在肯特的要求下带他们前往寻找。他们来到午餐的地点，肯特发现了往北去的马蹄印。古奈特先生介绍说，北边是一块大荒原，没有任何植被遮挡和躲避的地方，而且很容易迷路。治安官像一头闻到气味的狼，兴奋地直奔猎物而去。果然，在荒原中，老马带着2个孩子迷路了，马也累了，陷入了断水断粮的状况。皮特提出自己独自去找水，虽然跑马很不放心，但还是逼不得已让他去了。泰纳绝望地认为逃不掉了，大家都会死在这儿，连那些印第安首领都没逃出去的地方，更何况自己。父亲安慰他，印第安首领不是逃不出去，而是他们不愿丢下老弱妇孺，只要不放弃希望，就是抗争。寻找水源的皮特在追赶一只鹿的时候，直接碰上了神父和抓捕小队。肯特策马狂奔，皮特的马已经精疲力尽，终于摔倒在地。慌乱中，皮特抓起猎枪自保。警长肯特杀死了印第安男孩。神父为这种草率的杀戮愤怒不已，他抱怨警长一路杀死那么多无关者，却抓不住个女孩。警长判断这个男孩肯定是泰纳一伙的，但神父不信，愤怒地表示滥杀无辜的警长才应该下地狱。说罢，拔出枪就把警长送走了。入夜的荒原寒冷无比，泰纳惶惶不安，无法入睡。皮特久久未归，让他充满不好的预感。父亲答应天亮后去寻找。天亮后，黄马带着泰纳循着皮特的方向而去，远远的就看见天空盘旋的鸟群，肯定是腐烂的尸体引来的。两人找到了死去多时的男孩，但无法安葬他。旁边警长的尸体似乎在暗示危机已经被解除。黄马决定带着泰纳回家，回到蒙大拿去。夜晚，黄马以为追捕者已死，大胆地在旷野点起了篝火。
泰娜万念俱灰，老爸看着女儿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坐下鼓励她，活下去就是把克劳族延续下去。当白人的恶行被大自然反噬，届时将由克劳族代表大自然惩罚这些恶人。殊不知危险正在降临。躲在草丛中的神父远远地观察着父女二人，等到两人睡下，神父偷偷上前打死了惊醒的跑马，然后用枪指着泰娜，口里念念有词地为女孩祈祷，他要在打死女孩之前为女孩赎罪。但泰娜拒绝忏悔。神父扣动了扳机，而命运之秤在这一刻改变了，手枪里空无子弹。泰娜奋力抓起燃烧的柴火灰，敷在了神父脸上，然后抓起匕首，一刀一刀扎向这个道貌岸然的神父，最后抓起枪把他送入了地狱。马姐一行找到了男孩和警长的尸体，有经验的印第安翻译很快就通过子弹伤和脚印判断出神父杀死了警长，这令马姐感到匪夷所思。向着足迹的方向，远处那冲天的黑烟似乎在标记着神父的去向。很快他们就又找到了2具尸体，这次显然一个死在睡梦中，神父则身中数刀，又死于枪伤。马姐认为要找的凶手都找到了，可以打道回府了，却在一扭头间看见远处山坡上的反光，女孩的瞄准镜反光暴露了她的行踪。眼看被发现，她慌乱中开了一枪，然后上马狂奔，但很快就被拦了下来。泰娜被受惊的马甩了下来，他抓起枪打死了一个警官，他又抓起了猎枪，但被马姐用枪指着。马姐告诉他，如果在这里动手，女孩就死定了，但跟自己回去会有辩护的权利。女孩问如何辩护，马姐表示有证据或证人来辩护。泰娜悲愤地吼道，自己不想被关起来，那些修女如何欺凌强奸自己，吃身躯的饭，被关进烤箱，而那些知道这一切的人，自己的表亲、男朋友、父亲全都死了，难道把他们从坟里刨出来吗？马姐不信地问，谁会做这么恶劣的事儿？印第安翻译说那是针对印第安人的教会学校，自己也有所耳闻。马姐扭头询问女孩是否杀过人，泰娜坦言自己杀了人，自己杀了强奸犯，杀了追捕自己的凶手，杀了神父。女孩的诚实让马姐动容，但职责所在，她还是决定抓女孩回警局。对女孩的审判很快就开庭了。法官好奇，被告人不是本州的，案件也没发生在这里，为何要在这里提诉？检察官表示，证人和罪犯都在本州，所以在这边审判。但现在证人都死了，而且他们的死与女孩无关。法官一听，气儿就上来了，这开哪门子庭啊？他询问检方现在有什么证据，赶紧提交。检察官识物地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而且可以撤诉。于是法官给出了无罪释放，气哼哼地表示，北达科他州的法院把这皮球踢得太远了，自己可不想给他们擦屁股。小锤子一敲，站起来就闭庭了。泰娜莫名其妙的就被带了出来。印第安翻译告诉他，他自由了，并对他的反抗表达敬意。但对泰娜来说，这个反抗让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We go north, then west to New Mexico. Thank you. 然后他纵身上马，奔向自己未知的旅程。